乔巴和娜美带着孩子们在走廊里逃命。乔巴很关心孩子们之前所说的病好了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小孩告诉乔巴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，只不过有一天家门口突然出现一群人，告诉小孩们生病了，要把他们带走治疗。父母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孩子们甚至连和父母打声招呼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人带到了这个地方。这明显就是诱拐，看来这个基地有很大的问题。一伙人来到走廊尽头，这里有一扇巨大的门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旋转开关。乔巴冲过来，直接一脚将铁门踢开。这个房间里面异常的寒冷，而且十分昏暗，几乎看不清脚下。借着外面的灯光，能看到房间的对头有一扇门。乔巴和娜美带头冲了进去，身后的孩子们似乎对这个房间特别恐惧，大家都待在原地，一步也不敢挪动。其中一个女孩子用颤抖的声音说，这个房间是第一次被带到这里的时候经过的房间，房间的里面有恐怖的东西。这时娜美和乔巴适应了房间内昏暗灯光之后，这才注意到了四周的情况。整个房间都结满了冰，四周脚下天花板的冰层中冻着一具具尸体。大家话不多说，转身就跑。另一边，山治和弗兰奇很轻松地将卫兵们干掉。山治在踢飞了卫兵们的面罩时，惊讶地发现这些卫兵的头上有的长着角，都十分怪异。等到二人把所有的卫兵都打倒，脱下他们的生化服之后，才发现士兵们不光是头上长着羊角，下面还是羊的身子，看起来就和怪物一样。山治和弗兰奇打算去和娜美会合，结果武士的脑袋不乐意了，非要留下来找儿子。现在这小子连走路都走不了，留下来不让人打死也得饿死，还找个蛋儿子。山治执意要将武士一起带走，帮助他找身体。武士坚定地说，绝对不会欠海贼人情，但如果你偏要帮助我，那我也不介意。山治气得原地起跳，揍了脑袋一顿后，抓着他的头发向娜美的方向奔了过去。斯莫格率领这股海军在极寒岛周围游荡，寻找可以登岛的地方。整个岛屿被冰川覆盖，就算可以登岛，也有致命的瓦斯等着他们。但斯莫格坚信瓦斯是人为的，岛上一定有什么人在搞事情。军舰绕着极寒岛绕了一段时间，斯莫格通过观察海流的动向，找到了一个内河入口。他让手枪大炮轰碎了眼前的冰川，一个河道出现在眼前。很明显，这个河道是人工建造的，有人故意隐藏了河道，岛上有人。斯莫格的军舰进入河道，四周不断的有冰川飘过来，海军们只能一路炮轰冰川前进。前面就要到达河道尽头了，这个岛上到底有什么，很快就能知道了。轰塌了最后一座小型冰山之后，这股的军舰终于靠岸，斯莫格带着手下顺利登岛。然而岛上竟然没有毒气瓦斯，这就说明之前外围的大量瓦斯烟雾是有人刻意而为。岛上的人不希望海军登岛调查，斯莫格心里琢磨，越不让我调查，老子越要看清楚怎么回事。斯莫格带着手下们来到岛上的那座宏伟的建筑面前，贝加朋克的实验基地，然后十分礼貌地按了按门铃。门铃的功能正常，说明岛上还有动力源，里面很可能已经住了人。斯莫格摁了半天，结果没有人回应，属下们颇为不耐烦，准备用军舰上的大炮直接将大门轰开。这时候，实验基地巨大的钢化门缓缓打开，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子。除了斯莫格和达斯奇，其他海军看到这个男子后，全部吓得惊慌失措。大家哀求斯莫格带着他们离开这个岛，没有人想和眼前这个男人扯上关系。这就是原悬赏金4亿4千万的新任海贼，现任王下七武海之一的特拉法尔加罗。据说他为了成为七武海，将100颗海贼的心脏打包送给了海军，是一个凶残到令人发指的家伙。罗非常嚣张地靠在钢化门上，问道：“请问海军来我的别墅有什么事情？”斯莫格播放了截取下来的电话中电波，里面是路飞之前和岛上遇难者的对话。录音播放完之后，斯莫格问罗：“你应该认识路飞吧？”罗根本不吃斯莫格一套，态度十分强硬。这个岛现在是老子的别墅，只有老子一个人，没有人可以进去。如果草木来到岛上，我也会砍了他的脑袋。罗刚说完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下一秒立刻被光速打脸。小巴和纳维带着一大群小孩，直接从后面的铁门冲了出来。紧接着还有弗兰奇变身成履带车，罗的脸都黑了。逃跑小子的人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他捣乱。斯莫格和手下的海军们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个队伍当中有像巨人一样的孩子，有穿着比基尼的女人，有小狸猫，有人头，还有机器人。这一大群人组合在一起，就觉得特别违和，但是居然也说不出来哪里违和。山治看到斯莫格和海军之后也吓了一跳，大叫一声：“这里都是坏人！”指挥大家撤回基地，寻找其他出口。有的孩子很好奇，海军不都是好人吗？山治毫不客气地说：“那你跟他们走吧。”孩子一听就怕了，因为这群海军看起来都像流氓一样。斯莫格看向罗：“这不是还有人吗？怎么说就你一个人？”罗在心中骂了1万句妈卖批，嘴上强硬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也很吃惊。
斯莫格不想再和罗废话，指挥手下硬闯研究所。罗使出入目，将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包裹在自己的大招当中，然后用出指挥棒，停泊在岸边的海军军舰随着罗的操控居然飘了起来。看来需要把这群海军灭口了。无论如何，研究所里那些儿童的事情绝对不能让海军知道。斯莫格拔出石手，大喝一声：“全部退下！凭你们这群龙头的实力，会被罗五马分尸的。”罗也拔出自己的刀，与斯莫格四目相对，杀气腾起。山治一伙跑回研究所，武士脑袋喊道：“就是罗把他给砍了。”想想倒是也说得通，除了罗的手术果实，世界上估计也没有人可以将其他人的脑袋砍下来，还能让那个人活蹦乱跳。武士脑袋觉得罗在那里，大概可以问出自己身体的线索。山治可不想回头去看看罗和海军的战斗，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后门，溜之大吉。突然，一个薄膜一样的东西将众人罩了起来。罗使用屠宰场直接把山治四人的心脏调换了位置，四人越跑越感觉不对，大家停下来仔细对照，发现所有人的人格直接被换了。现在情况是，弗兰奇变成娜美，乔巴变成了弗兰奇，山治变成了乔巴，娜美变成了山治。四人中，除了山治对突然来的大凶十分欢喜之外，另外三人又惊讶又恐慌。罗用招式暂时阻碍了山治等人，防止他们逃离庞克哈萨德，然后转过头来全力处理斯莫格。罗将军舰和旁边的冰川砍成碎片，指挥这些旁人物体自由下落，将这屋的海军砸得四处乱逃。斯莫格化成一种烟雾冲向罗，罗一刀砍过去，斯莫格躲开攻击。达斯奇一看这小子有点嚣张，也想上前比划一下。斯莫格喊了一声住手，达斯奇根本不理会，结果刀刀相撞。在罗的空间中，达斯奇那点霸气就好像是挠痒痒。罗将达斯奇的宝刀连同他本人一起拦腰斩断。在罗的空间之内，所有的人都好比是手术台上的患者一样，而罗就是完全支配空间的指导人，死亡外可一生。别说达斯奇这种地中地，就算是身经百战的斯莫格，也未必是罗的对手。达斯奇还不服不忿，大叫一声：“既然斩了我，就把我杀了吧！”罗一句话怼回去：“记住，女海兵，弱者是无法选择死法的。”达斯奇又羞又恼，用一只手臂撑着自己跃起来，拿着半截刀砍向罗。罗连躲都不躲，达斯奇又摔回雪地。罗举起鬼哭，打算把眼前这个又弱鸡又很吵闹小妹妹斩成肉段。斯莫格抄起石手冲过去，挡下了罗的一击。你小子可别小看海军！斯莫格另一只手化成烟雾，从后面抓住罗的脖子，将他摁倒在地，然后抓着石手戳向罗的脑袋。罗表示区区自然系敢和我叫板，直接一个瞬移交换跑到斯莫格的身后，一刀砍过去。斯莫格反应很快，横过石手挡下鬼哭，接着使出白拳，估计也是模仿路飞的机关枪，50个拳头打向罗。罗伸出3只手指摆好架势，一顿乱砍，几乎将空间内的军舰砍成了碎渣。斯莫格躲过罗的攻击，化成烟与他交手。罗也很灵活，斯莫格就算有烟雾的身体和速度，也根本讨不到便宜，依旧和罗打个不分上下。斯莫格非常好奇罗来到庞克哈萨德的目的，而且他有绝对把握推测罗的背后还有别的人，他加入七武海恐怕也是别有用心。罗根本不搭理斯莫格，自己的小秘密凭啥告诉你？他有能力召唤出许多石笋攻击斯莫格，被斯莫格一一躲开。在斯莫格进攻的时候，一个石笋挡在了斯莫格的面前，遮住了他的视野。罗趁机使出自己的另一个绝招手术刀，因为在斯莫格的死角，所以斯莫格既无法躲开，也不能防御。罗一只手穿过石笋，将斯莫格的心脏直接弹了出去。有些景色只有改变了位置才能看到斯莫格。罗就这样缴获了斯莫格的心脏，战斗宣告结束，斯莫格倒地。布鲁克这边和只有身体的武士打得有来有往，从穿着和说话方式来看，这个身体与粘在路飞身后的那双腿，山治抱着的脑袋同属一家，是一个人。出于某些原因被人分尸了。布鲁克眼前这个只有身体的武士剑术十分高强，而且即便没有眼睛也能准确地判断出布鲁克的位置，打得布鲁克节节败退。武士一刀弹开布鲁克的剑之后，拔出另一把刀进行攻击。如果是2刀流的话，布鲁克想应对更是难上加难，只能利用自己有腿的优势转身开溜。路飞等人乘的香蕉船漂浮在冰湖上，对面的一群人都是形状各异的半人马，为首的那个大家名为茶胡子，是悬赏金8006万的一个海贼。双方本来无冤无仇，乌索普有心与对方和解，但是对方根本不给机会。看到索隆之后，误以为是砍了他们同伴的武士，立刻下令开炮，阻止路飞行人登岛。炮弹飞向香蕉船，索隆从空中拦截，更多的炮弹随即打了过来。路飞鼓起身体将炮弹弹飞，他一脸迷茫，明明大家都是半人马，干嘛对面的那伙人对自己这么残酷呢？茶胡子一看路飞的架势，就知道他是能力者，立刻命令手下将炮口瞄准海里，企图通过射击海面将路飞他们的香蕉船掀翻。能力者掉进水里就没法战斗了。乌索普和索隆、罗宾快速滑动团扇草，把香蕉船藏在了冰山后面。茶胡子一方直接将冰山轰碎。
茶胡子把自己的身份亮了出来，8006万的悬赏金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说出来谁敢不害怕？路飞看了看索隆和乌索普，大家表示根本没听过这个人。茶胡子怒了，亲自操起火箭炮，对准香蕉船就是一炮。这一炮非常之准，直接将香蕉船炸翻，4个人掉进了冰冷的湖水中。路飞一下子就要沉底了，罗宾也虚弱的浑身用不上力气。索隆扛起路飞，乌索普将罗宾救了起来。但是即便4个人暂时淹不死，这可是零下几10度的冰湖，用不了多久4个人就要冻住了。索隆将路飞交给乌索普，自己拔出刀来，准备一招砍了岸上的几个人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力量将索隆拖进水里。乌索普潜下水一看，水下面居然是一群鲨鱼。为什么湖水里会有鲨鱼？茶胡子解释道，这里是赤犬和青雉决斗后留下的深坑，通过岛上破裂的痕迹，海水流进来之后形成的湖，所以水中会有海洋生物。看上去这里像是湖，其实只不过是内海而已。茶胡子手下举起火箭筒，瞄准路飞4人和鲨鱼群，打算一波带走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留下点鱼翅吃一吃。这时一阵寒风掠过，茶胡子手下所有人的火箭炮全部被冰冻结。乌索普仔细一看，大呼救星，居然是布鲁克在危急关头赶了过来，救了大家一命。有人打了自己的船长，布鲁克是绝对不答应的。只见他以几乎光速的动作出现，瞬间干掉了几个人。茶胡子洋洋得意，虽然有增援，但是估计已经迟了。那群人已经被鲨鱼……茶胡子看向水面，发现所有的鲨鱼都伤痕累累，已经浮上水面挂了。路飞几个人在湖水中间的一个冰川上站起身来，几乎已经被冻僵的他们，面对茶胡子一干手下身上厚厚的御寒服装，露出邪恶的笑容。茶胡子看着路飞的草帽，越看越眼熟，突然脸上渗出冷汗。这个草帽他见过，2年前罪恶时代的新人火拳艾斯弟弟，悬赏金4亿的草帽路飞。大家一听4亿悬赏犯，比8006万赏金的老大多出一大截，转身就跑。罗宾用出万紫千红，变出一只巨大的手，把这群半人马中的唯一女性抓住，抢了她的衣服。路飞和索隆也一起出手，将其余的人打翻在地，抢了衣服，又绑架了茶胡子，让茶胡子这个鳄鱼屁股的半人马给他们当坐骑。大家坐上茶胡子，赶去寻找娜美等人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